北宋末年，山东有一片方圆800里的水泊，叫梁山泊。芦苇连天，烟波浩渺。水泊中央立住一座山寨，寨里居住108条好汉。他们里头有80万禁军的教头，有威震一方的都头，有当过军官的，有做过押司的，也有打家劫舍的草莽。他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论秤分金银，打出一面杏黄大旗，上书4个大字：替天行道。一提起这些人，你脑海里大概会浮现出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哈呢：花和尚鲁智深，豹子头林冲，行者武松，及时雨宋江。这就是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108个人难道天生就是打家劫舍的拙吗？翻开书你会发现根本不是，他们里头很多人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，是教头，是都头，是有头的脸的人物，是这个世道一个贪官污吏横行，恶霸豪强当道，逼得好人没有活路的世道，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家里，从官位上，从本本分分的日子里硬生生地逼了出来，逼上了这座梁山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最热血也最悲凉的奇书。我们挑4段你一定听过的故事：鲁达拳打镇关西，林冲风雪山神谬，武松景阳冈打虎，逼上梁山。顺着他们，你会看清《水浒传》藏在刀光剑影底下那4个沉甸甸的字：官、逼、民、反。先说说这本书，《水浒传》是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，一部讲述北宋末年108条好汉聚义梁山，反抗官府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。我得先把一件事说清楚，它是文学，是传奇，不是信史。历史上，北宋末年确实有一个叫宋江的人，曾聚集了一伙人起事，宋史里留下了寥寥几句记载。但书里那108条好汉，那一个个有名有姓、活灵活现的故事，绝大多数都是后人虚构想象出来的。这部书真正的源头是宋元以来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水浒故事。说书人在茶楼酒肆里一段一段的讲，戏台上一出一出的演，零零散散的英雄段子，经过几百年的口耳相传，添油加醋，最后才有一位文人妙手绘就这部煌煌百回的大书。至于作者是谁，我们今天一般署名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，有的版本还提上他的学生罗贯中。但说句老实话，施耐庵这个人，史料留下的记载少得可怜，他的生平至今都众说纷纫，史界一直有争论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，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一样，不是某一个天才凭空写出来的，而是千百年里无数说书人、无数市井百姓的喜怒哀乐，一层层累积，最后由文人写定的集大成之作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才那么有血有肉，每一个好汉都活得那么真。其实这部书一翻开，作者就借古人的诗句，把那个乱世的底色悄悄铺在了你眼前。书中引首写道：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五代十国那段纷纷扰扰的乱世，好不容易云开雾散，重见青天。可你读下去就会发现，宋朝这片青天底下，贪官污吏、恶霸豪强照样横行，好人照样没有活路。这是乱字上作、官逼民反的伏笔，从第一右口就埋下了。我们今天不可能把100回都讲完，我挑出4个你一定听过的人物和情节：鲁达拳打镇关西，林冲风雪山神庙，武松景阳冈打虎，还有贯穿全书的逼上梁山。顺着这4段，我带你看清，在这满直刀光剑影、大碗喝酒的热闹底下，《水浒传》真正想说的那条主线。我们先从一个最直爽也最让人痛快的好汉说起，鲁达。后来出家为僧，法名鲁智深，外号花和尚。
鲁达本是魏州的一个提察，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中级军官，为人粗中有细，最是个见不得人受欺负的脾气。有一天，他在酒楼里喝酒，隔壁却传来一阵压抑的刺气。一问之下，原来是一对卖唱的妇女金老汉和女儿金翠lần。女儿哭着诉说，本地有个卖肉的恶霸郑屠，仗着有几分才识，自称镇关西，强占了她做妾。没几天又把她赶了出来，还反过来骂撒他们父女3000贯的身价钱，逼得他们走投无路，卖唱还债。鲁达听完，气得拍案而起。他先是错了些银两，连夜把这对妇女打发回乡，然后径直找上了那郑屠的肉铺。鲁达也不直接动手，先是故意刁难，把郑屠耍弄得火冒三丈，先动了手，这才名正言顺地一把揪住他，当街数落：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镇关西。你不过是个杀猪卖肉的屠夫，狗一样的东西，也配叫什么镇关西？骂完，这才举起那蒲扇般的大拳头，3拳下去。你品品这一段。鲁达跟那对妇女素昧平生，无亲无故，人家的冤屈本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可他偏偏为了2个陌生人，把自己的前程、性命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搭了进去。这就是水浒好汉最动人的那股劲儿，路见不平。可是行袭仗义，从来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鲁达那3拳本只想教训教训那恶霸，出口恶气，没想到下手没个轻重，竟活活把郑屠打死了。一个堂堂的军官，为了2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一夜之间丢了官，犯了人命，成了官府通拨的逃犯。他连夜亡命天涯，东躲西藏，最后走投无路，只能躲进五台山，替杜出家当了和尚，这才有了后来那个赫赫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。你看鲁智深这一辈子3拳打死镇关西，是为了素不相识的金家妇女。后来他又一路护送好友林冲大闹野猪林，从杀手刀下救人一命，也是把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顾。书里有一句话最能说透这种好汉精神，叫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在路上碰见不平的事，看见有人被欺负，二话不说，拔出刀来就上去帮一把。这6个字正是整部《水浒传》最滚看的底色，义气。所谓义气，不是跟自己人讲交情，而是为了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为了一周本可以装没看见的不平事，肯把自己的利益甚至身家性命豁出去。在那个好人受欺、有理没处说的乱世里，正是这一点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的义气，成了照进黑暗里最暖也最亮的一束光。鲁智深用他的大半辈子告诉我们，这世上最难得的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在一个跟你无关的人走投无路时，你还愿意为他挺身而出。如果说鲁智深的故事讲的是好汉的义，那接下来这位林冲的遭遇讲的就是好人的冤，一个《水浒传》里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。林冲外号豹子头，是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。你听这个身份，禁军教头，那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军官，有体面，有家世，有一身好武艺。他原本最是个安分守己、逆来顺受的人，只想守着自己的小日子，平平安安过一生。可偏偏他的厄运是从一件他半点过错都没有的事上开始的。当朝最有权势的太尉高俅，有个横行霸道的田儿子高衙内，在大街上撞见了林冲貌美的妻子，一眼看上就动了歹念。一个寻常百姓，妻子被权贵看上，就在那个世道竟成了天大的祸事。高家为了强占林冲的妻子，便动用权势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。先是骗林冲带刀误入军机重地白虎堂，反咬他持刀行刺，硬生生扣上一个死罪。后来虽然免了死，却把他刺配到千里之外的沧州充军。即便如此，高俅还不肯罢休，暗中买通押送的差人，要在半路上结果了他的性命。你看林冲这个人，一没招谁，二没惹谁，安分守己，只想做个良民。可就因为妻子的一点姿色，
就被权贵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，一步步往死里逼。《水浒传》从林冲身上第一次把那个最残酷的真相血淋淋地摊开给你看。在一个权贵可以为所欲为的世道里，你越是安分守己的好人，反而越是无处可逃。林冲被赐配到沧州，本还抱着一线希望，只要熬过这几年苦役，将来总有出头回家团圆的一天。他一路忍一路退，把腰纹到了尘埃里，可那高俅是铁了心要他的命。在沧州，林冲被派去看守一座草料场。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天寒地冻，他出门打酒御寒，回来时却发现那草料场已被一把大火烧成了一片火海。林冲只得到附近一座破败的山神庙里暂避风雪。就在这时，庙门外传来了说话声，竟是高俅派来的那几个爪牙。原来这场大火是他们放的，就是要把林冲活活烧死在草料场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隔着一道庙门，林冲把他们的奸计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。原来自己这条命，人家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放过了。那一刻，这个忍了又忍，退了又退的男人，胸中积压了太久的悲愤，终于在这风雪之夜轰然爆发。他猛地推开庙门，提起手中长枪，把那几个害他的仇人一一了结。雪地里血染白衣，这个曾经那么安分那么隐忍的禁军教头，至此已彻底走投无路。他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回不了家，更投不了官府，天大地大，竟没有他林冲一提活路。最后他只能踏着漫天的风雪，一步一步投奔那800里水泊梁山。风雪山神庙这一段是整部《水浒传》里写的最惊心动魄的一笔。他告诉你，真正把好人逼上绝路，逼得他不得不反的，从来不是他生性凶敢，而是那只在背后一次又一次非要把他往死里逼的黑手。林冲不反是死路一条，林冲反了才挣得一条活路。所谓逼上梁山这4个字，就是从林冲这风雪交加的雪夜里第一次有了血肉。说完了林冲的隐忍与爆发，再来看《水浒传》里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硬汉行者武松。如果说林冲是被一步步逼到缠脚，那武松骨子里就带着一股天大的事我也不怕的硬气。武松最家喻户晓的一段就是景阳冈打虎。话说武松途经阳谷县的景阳冈，走到山脚一家酒店，那酒店门前飘着一面酒旗，上书5个大字：3碗不过冈。店家好心劝他说，这酒后劲极大，喝3碗就会醉倒，过不了前面那座山洼。可武松偏不信这个邪，一连喝了18碗，提起哨棒，摇摇晃晃就要过冈。店家又拦，说国上近来出了一只吃人的猛虎，已伤了好几条人命，劝他天黑莫要上山。武松只当是店家骗他住店，哪里肯听，大踏步便上了景阳冈。不料天色将晚，那只吊睛白额的猛虎当真从乱草里呼吁着扑了出来。换了旁人，怕是早已魂飞魄散，可武松借着酒劲不退反进，一闪身躲过猛虎那一扑一掀一剪，趁势揪住虎头，按倒在地，举起铁锤般的拳头，硬生生把这只猛虎活活打死在了景阳冈上。你看这一段写的哪里只是打虎，分明是在替我们立起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天大的凶险挡在面前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武松这股不信邪不低头的硬气，正是水浒好汉身上最让人血脉奔张的那种阳刚之气。可是景阳冈上打死猛虎是何等的英雄，下了山等着武松的世道却比那只老虎更凶更险。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，名动一方，被阳谷县令赏识，当上了县里的都头，相当于一个治安官的头目。
他本可以凭着这身好武艺，安安稳稳地当差过日子，可命运偏不放过他。他的兄长武大郎被当地的恶霸豪强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害死。武松回乡查清了真相，一状告到县衙，可那县衙早已被有钱有势的西门庆买通，官官相护，根本不肯替他这个小小都头做主。你看，连一个为兄报仇、想讨个公道的打虎英雄，在官府那里都讨不到半点公道。最后，武松只能抛开官府，自己手刃仇人，替哥哥报了血海深仇，然后一身是胆地去官府自首。从此，这位威风八面的打虎都头丢了官身，背上人命，被一路发配构陷，彻底赛为了一个亡命江湖的行者。你发现了吗？武松的路和鲁智深和林冲竟是惊人的相似。他们本都是有本事、讲道义的好汉，本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于世，可这个世道硬是一步一步把他们从良民逼成了拙。不是他们要与官府为敌，是官府这条路先断了他们的活路。武松从打虎英雄到亡命行者的这条下坡路，正是《水浒传》一遍又一遍在替那4个字做注脚：官、逼、民、法。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，你把这3个人的故事摆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共同点：他们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反宗。鲁智深是为了路见不平，替陌生人出头，才丢官亡命；林冲是安分守己到了极点，被权贵往死里逼，才忍无可忍；武松是想为兄报仇，讨个公道，却在官府那里碰得头破血流，才落草为寇。这是《水浒传》最深也最沉痛的那个主题：官逼民反。整部书108条好汉，你一个一个数过去，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出身，各有各的来路，可把他们最终逼上梁山的，竟是同一只手。那是贪官污吏的盘阶，是恶霸豪强的横行，是一个衙门8字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世道。在这样的世道里，你越是安分，越是被欺负；你越是讲理，越是没人理。你想做个好人，这世界偏偏不给你做好人的路。于是，这些原本最该安居乐业的人，教头、都头、军官、良民，一个接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抛家弃业，奔向那800里水泊。所以，《水浒传》这部书，它表面上写的是一群强盗打家劫舍，骨子里却是一生对那个吃人世道最悲愤、最响亮的控诉。他一遍遍地替这些好汉喊出心底那句话：不是我们要造反，是这世道逼得我们无路可走。一个把好人一个个逼成昨定的世道，到底是好人错了，还是这世道本身早就坏透了？被这同一个世道逼到绝路的好汉，最终殊途同归，全都奔上了那800里水泊梁山泊。为什么偏偏是梁山？因为这里是一片被官府势力遗忘的化败之地，芦苇佛样，水陆纵横，官兵的大队人马轻易进不来。对那些在外头活不下去的人来说，这里成了乱世中唯一的一块容身之所，一处避难的港湾。而真正把这108个来路不同、性情各异的人紧紧刀成一股械的，靠的不是官府的律法，也不是金钱的收买，而是一个字：义。在梁山，他们立起一座忠义堂，讲的是兄弟情义，肝胆相照。他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论秤分金银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一个人落了难，旁人哪怕赴汤蹈火也要去搭救，认准了是兄弟，就把后背全然交托，生死与共。你想想，这份义为什么能让千百年来的读者一代又一代如此心向往之？因为它恰恰补上了那个冷酷世道里最缺的那一块。当官府不讲公道，社会不讲温情，规则只向着有钱有势的人倾斜时，是这些被主流抛弃的强盗，在梁山泊上用最朴素也最梗看的义气，重新搭起了一套人与人之间该有的信任与担当。在一个冰冷的世道里，人心对义灯的那份渴望从来不曾熄灭。这正是《水浒传》能够打动一代又一代人最深的那个秘密。
梁山好汉越聚越多，终于聚足了天罡地煞整整108条，在忠义堂前排定了座次。他们打出一面杏黄大旗，旗上4个大字，正是那响彻千古的“替天行道”。这4个字藏着梁山好汉心底最深的一点委屈和理想。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左，他们认为是当道的奸臣贪官败坏了这朗朗乾坤，而他们聚义梁山，劫富济贫，不过是在替那个失了公道的天，把世道重新扳正过来。可《水浒传》最让人五味杂陈也最深刻的地方，恰恰在这里。这些好汉明明是被那个朝廷、那个官府逼上梁山的，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偏偏不是要推翻他，而是替天行道。他们反的始终只是贪官污吏，骨子里却仍盼着有朝一日能被朝廷招安，重新回到那个体制里，求一个正经出身。后来，宋江果然接受了招安，带着弟兄们去为朝廷征战，结果却被奸臣一步步算计，坑声殆尽，一场轰隆烈烈的聚义落得个风流云散、令人扼腕的悲剧收场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从800里水泊梁山出发，看卢志深路见不平，3拳打死镇关西；看林冲封雪山神庙，雪夜上梁山；看武松景阳冈赤手打虎，又被官府一步步逼成行者。你发现了吗？这108条好汉没有一个是生来的左，他们都是被一个逼得好人没路走的世道，一个一个逼上梁山的。这就是《水浒传》藏在刀光剑影、大碗喝酒底下留给我们的一声长叹。所谓官逼民反，反的从来不是天，是那只把好人一步步逼上绝路的黑手。而所谓义气，正是乱世里人心不肯泯灭的最后一点光。如果这趟梁山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金戈铁马、义薄云天的水泊梁山，走进一部与老子、庄子并称，却少有人读过的道家奇书《文字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鲁智深的路见不平，林冲的忍无可忍，还是武松的不信邪不低头，哪一条好汉最让你心头一热？我们下集见。